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欢迎收看口令同居时代。那之前已经发生过非常多的事情了啊，现在也应该算是他们的尾声了。没错没错，本来以为是来录影的、交朋友的，没想到其实所有的过程让他们开始也找到自己，面对自己，解剖自己。对，6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对，然后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开心的，然后也有互相开始指责，然后甚至猜忌，然后到后面又把事情讲开，但是到底有没有讲开，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真的好像在看8点档一样。就是看着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就是试着跟自己不擅长的人相处之外，这一季也让我觉得我有很多地方也是需要再慢慢调整的，就有种跟他一起成长的感觉。对，其实真的啊，别人其实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在看别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在看自己哦。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谢谢这6位小伙伴。是，没错。对，那这一集呢也很开心，这个是翠芬老师也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第8集。我几乎每一次在现场录一次，回家之后再看一次，为了6位小伙伴写了蛮多东西的。其实大家不要看这6位小伙伴在互动，怎么样去塑造自己的形象，怎么样融入一个团体，怎么表现自己，或是害怕表现自己。我们心理学叫做争取认同的阶段，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接受到其中哪位小伙伴的预约？还是抗议？对，那我们要赶快看一下。对，赶快看一下到底思雨要做的海鲜面会变成什么样，能不能吃？藏在我心中，或许你慢慢的了解了爱你在心头难开，甜蜜爱甜蜜各处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汇是暧昧，笑容甜美是必备。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倒追你迷人香气，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为你。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我真的觉得喜欢会爱上我。我让你要怎么会把它新人节目？然后网上人真正的新人节会唱歌的新人节目。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呼吸。现在我唱这首歌，我只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怎么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不够，还要准备1包面，好紧张。好，你先试一口啊。没有，这杯碗是你的。真的？那就不等他了。反正其他人可以在，其他人就等着那个。如何？还不错啊，可以吗？还不错啊，不错啊，还可以吗？还可以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啊。你几点煮的？今天才煮。忘记了。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很久没煮的那道料理。对啊。真的啊？海鲜面嘛。对啊。海鲜汤面。海鲜汤面。我不是很久，我不是都一直不喝汤嘛，我是很久一段时间没有喝汤。哦。暗黑料理界的海鲜汤面。暗黑料理界海鲜汤面。穿姐姐的衣服，暗黑料理界。有啊，穿姐姐的衣服看起来。是不是？你们在
你们在那个，看姐衣服看起来都不敢看了。再不相信我啊，回来时都后悔，时都会当初不选择我，还应该坚持下去。要干掉了！哇，地板是湿的。祖祖，你饿吗？还好，我需要立马去一下厕所。那我不弄太大碗给你哦。好哦，好哦。你还帮我们剥虾腿，哇，是不是？贴心。跟你讲，嫁出去就靠这一刻。真的。那我要开动了。还动，我要看表情，好紧张。快点啦！好吃吗？好吃吗？玉米笋有点硬啊。不会，真的吗？刚刚好吗？不错。果然穿姐姐的衣服有加持的作用。刚才看到好多虾，就是想把它全部捞起来。没有，但我没有捞起来。你把它全部吃掉也太过分了。我剥得很辛苦，然后全部被你一个人吃掉。看到虾就很兴奋。那你真的好厉害哦你说1400嘛？ ，1400。对啊。早上那时候就说一餐就500块，哇！昨天天气很好，就是今天下雨。但是星期5是天气很好，刚好是我考完的那一天。你明天要表演，然后你还要考试。就早上9点到10点先考试，然后10点到12点先化妆，然后呢1点再考试，考到2点再杀计程车，先妆发完以后呢再坐计程车到学校，然后跟学校老师报备一声之后呢再去杀去彩排，这样。好辛苦。哦，这我玩过。那好玩吗？刮胡泡砸了很凉哎。我有买，不是凉的哦，凉不好。为什么不好？他那时候有说凉眼睛很痛，你白痴哦。有没有在霸凌人啊？你在看怎么玩是不是？没有在看它怎么装。哎，为什么会多1颗啊？哦，哇，这个怎么按怎么不会有？刚刚笑成那样，这样我有点不太敢吃哎。没有，是请问紧张你的反应。哦，还有吧，我对吃的又没有很挑。蛮好吃的，你干嘛太好吃了，叫？这给我一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干嘛还没开始叫？有啦，因为我很饿了，所以我一定会觉得好吃。但是也是实际上它很好吃的关系。好，你好厉害啊！你竟然会自己煮饭，你确定是你煮的吗？是我煮的。然后你还去采买哦？那就没。他今天拍那个平面是什么？法模。法模。你是刻意用那么大碗给我？蛮屌的。可以。需要的话，哇哦，你很烦哎，不需要这个。他觉得味道太清淡，清淡是不是试试？看，你试试看。但是这些其他人都是很清淡啊。我的妈呀！是哪里？可以吗？慢掉。你是不是真的很怕嫁不出去？积极的在展现我主妇技能。对，可以。快娶我！煮给大家吃。孩子们，我回来了。姐姐，你们知道我有多蠢？他是不是也撞到？这个真的很容易会撞到一个不注意，不是你的错哎。耶，姐姐带饮料回来了。回来之后觉得大家都不太一样，大家都不太一样，你不觉得他今天很奇怪吗？对，你好性感哦，他今天好奇怪。 ，sexy。他今天他说他是性感小说，是不是要我觉得可以啊，我穿姐姐的衣服啊。对，没有看出来这个风格吗？等我一下，我要看到你的脸，跟那个干杯一样，先闻一下的意思是。哎，其实不错啊，还蛮好吃的，我觉得我很喜欢。我觉得不，这道是什么东西啊？但它是什么东西？海鲜什锦面，海鲜什锦面，对其实还不错哎，我刚刚以为是拉面。哦，你刚不是以为是面糊是不是？因为剩下最后，对，因为剩下最后，以为是米的，跟我这个米的相互回应。而且还有鱼哎，它料蛮多的啊，可以还有小章鱼、虾子，
其实不错，可以了啦。可以了。结一都结二了。对，我只想结一，我不想要结二。是谁啊？真的太满了，太满了。太紧凑的行程。猜人是谁？哇！这个惊叹号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吗？巴卡。那哦，不是哦啊，那好了，那算了，是什么？直接放着，我们再去看喽。就是50兰。哦，真的不是我们的，对。那是工作人员。没有，那不是我们的。还以为巴卡，还以为是巴卡，不是我们的，就算了，这个。我跟你我们都买了，就是你们都不玩。脸来。不然我们要用一些方式来决定谁要玩。我想玩啊。那你的头发没事吗？不要放到就好了，因为我一定不会输啊。给你啊，你一定不会输。我一定不会输啊。有人在呛，有人在呛。这怎么可能会输？要掉了。你这样牙要掉了啦。哎呦！你不要磨我，我都知道。你们一开始输的就换下一个。对啊，输的就换下一个。所以你们都有轮到 ，OK？一次把你们全部涂成，好吧？先画脸啊！作弊！只有3秒钟就结束呀！作弊啊！哎，我觉得这个邻居会不会来抗议啊？我真的趁早玩，趁早玩，这时间还可以。你是不想玩？你不是，我觉得很让大人抗议。哎，你不愿意逃走哦？对啊，等下逃走不能作弊哦。逃走我们直接模拟。好，来哦。逃走直接嘴巴张开直接喷哦，好不好？哎，谁喊开始？不要让他喊，他会作弊。我不能喊了。好，3、2、1哦。哎，什么东西啊？什么啦？不是3、2、1了吗？我只是不要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好了，那什么照片啊？等下我们现在SOP，头放好，手放好，然后3、2、1。头发要不要放上去啊？你绑起来，我真的觉得你绑起来。我现在他觉得你会输，他在呛你。啊，没有，请手下留情。我数3、2、1再开始哦。3、2、1。你根本就还没开始，你在作弊鬼，作弊鬼，好，作弊鬼，作弊了要怎么惩罚？再一次，直接砸他整张脸。对啊，作弊怎么？再一次，对不起。你直接砸了。哇，好凶啊！好凶！我要唐三鸟没搞。也不要这样，也不要这样冷静，也不要这样。你看到你，你看哪里？楼下邻居。好了，要被告了。警察这边在我们。你不错，好了，我们是无辜的，我们是无辜的，也不用这样了，也不用这样，也不用这样，我要去了。有戏，这个房这客厅让给你。要不要去了？我们就不要先休息，慢慢来。Go get a room, go get a room。等一下你们继续玩，真的不好意思哦，今天就在男生房间。为什么要跟着我们？你走，不是我要去梳洗了。石头陪姐姐玩。石头你不要故意输哦，你不要故意输哦。石头，你要赢我吗？你这个玩什么意思？小心哦，那个还没有到，王一凡姐姐不可以跑，没有跑。好，要直接找。听我喊哦，听我喊哦。你开始。我会左手。天哪，好 man 哦！金头票。那我拿着这个，你干嘛？干嘛？这是什么石头的味道吗？还是什么？变态！这局让你洗白一次。好的，让你洗白好不好？来，手就位，来快点，来脸就位，来 ，Ready， 3、 Go！ 哎，你不要乱喊啊！好，来，3、2、1。哎，你也是蛮厉害的吧？你根本来不及录到，瞬间分出胜负。我们误会你了，哎，跟
跟男生比一下啦。还是你跟石头来一场啊？可以啊，来啊，可以哦，这样有点直接越级打 BOSS 的感觉。可以。可以，加油来哦。好，你用右手，手就位哦，来脸就位那为什么有。9位啊？你有喝酒？我喝了一点。哦，来，见有中胆了2、1。哦，这个游泳队不简单。换你，我们两个。你已经逃过很多局了。我那我逃过很多局。有，你赶快下来。你干嘛怕？你要什么？烦呢。坐。你如果打我的话，就太没有意思。你怎么觉得我会输啊？你怎么会觉得我会输？因为我是相信你会，你要让我。比胜负我就不会让。你要让我啊！你要让我。我就是那种跟。今天饭是谁煮的？我就是那种小学男女躲避球，我都会用力砸的今天饭是那种。谁煮的？没有，我们是一辈子好朋友。比赛场上没有在分这些，来开始要。预备3、2、1哦，等一下。手预备。那谁喊你们喊？我喊金牛座2个人在。姐姐喊手预备，头预备。 3、2、1。哎，你没有在让的耶！我怎么让？什么男人？怎么让？哎，那好可爱哦又左脸再来玩一次啊！好，来，过去，加油，你过去。我不相信左手啊，你用左手。我不相信我会输2遍。没错，就是需要这种。就喜欢你这种永不我们放弃的最喜欢跟这种人我玩游不相戏。信。天赋爸爸告诉我，如果有人打我的右边，我就要。左脸也要给他打，对不对？不对，等一下。我现在是想要赢。头预备，手预备。我编剧职业伤害。那时候你看我两个带着伤痕的人，带伤的人一起来玩一下。好像可以。我把这边连挑战完。好敬业哦，石头到现在还没擦哎。石头站。这样。不用一直刷了，还是会输。我们两个是这个。你我没下好吗？我们两个等下在这边谈恋爱。这什么意思啊？那我们两个怎么在这边谈恋爱？一阵子这样子。OK， 3、2、1，开始。恭喜你加入秒杀组了。其实我觉得这有点无聊，没什么好玩的啦。好，你跟石头玩一场应该会蛮有趣的。快点。来，等下，怎么？你们没有分冠亚，一直在分那个败者。对，你们应该是一个组再挑一局。没有啊，你知道这局我们这是玩最输要洗碗的。不要。是这样吗？对啊。对啊。玩这个啦，敲这个再说。不要这样，这个还没玩过吧？对不对？我完了，没有玩过。我刚刚已经完了，我已经完了，要伤到我的心了。我觉得我们现场要不要玩一下？算了，难得看到皇上这么对一个事情这么有兴趣。皇上是感觉是输了之后，就像小孩子脾气一样，一脸这样脸都很不嗨。女生作弊真的不行。就算狗只是亲亲一下，不会真的往死里打。再说我开车技术不好啊。记那么久吵是不是？而且祖祖也没有在跟他客气，完全看得出来两个人之间没有爱。因为其实我发现已经有一点点那种暧昧在里面，你没有感觉？思雨在看每个人说：“哎，你吃看他看表情。”他在看那个皇上的时候，但是我要看你表情，他就这样。哦，还有他跟他玩，然后第一次被砸到的时候，他也是就你说的八字，对，八字没有出来，他们说啊，有一点暧昧的那种感觉。那个手两个这边拍来拍去，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团火？历程，他一直这样。但是我刚刚观察，觉得思雨的肢体语言对历程是属于比较分享式的，送他飞机杯，然后跟他探讨很深入的一些感觉，都是分享的部分比较多。可是我觉得他对皇上是任性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哦。如果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是分享比较多，那种爱情的成分比较多呢，还是任性爱情的成分比较多？你觉得呢？任性。你应该有很多女生都对你任性。不要这样，甩不要莫名其妙挖洞给我跳嘛！我们不就聊他们吗？任性对不对？任性啊！看得出来，完全思雨、石头跟历程是一个男子汉铁三角，都有彼此有共同的兴趣，就是做音乐什么的。可能让他们变得更近，他原来他们3个变成感觉是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思雨是移情别恋了。移情别恋了哈，有感觉哈。从一开始可能是对历程还有一点小好感，慢慢后来就转移到皇上的身上。所以可以期待一下后面是不是真的会开始出招，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对啊，好不好？想干嘛的赶快，赶快！好，我们来看一下。
菜拍掉哟。哦，有人在家吗？哇！天哪，起来都不打扫的哦。哇！我的妈呀！哇，我这里有鸡耶啊！那这又是谁睡的啊？好了，这是什么卫生纸？为什么还湿湿的？啊，是雨安。怎么？你们两个都在？就只有我们两个。哦。 Hello。我今天来煮饭给你们吃。我看你们有没有还活着啊？这么久了，看会不会照顾自己啊？你的房间那边不是我的空间。幸好有人在，不然我以为遭小偷。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好啊，好，我要煮饭啦，你要帮我忙。好，不会越帮越忙的那种哈。我昨天才刚下去，应该是可以。这小菜先放外面桌上好了。好。哇，你们厨房，东西好多。可以。OK。来，哇，太厉害了！你平常没在煮吗？有在煮，可是我不常煮汤汤水水的东西。汤汤水水的东西是我的弱项，不然搬出去。没问题。你请惊讶几啥啊？独角兽。独角，这是我的睡衣，因为很冷。我在家起床以后就一直穿这样。我就因为我今天宅在家。哦，你的冰箱，不要说出来。天啊，你们冰箱不要说出来。这是冰箱，这不是垃圾桶哎。不止我们那个很香哎。对。但我都是买我爱吃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吃什么。我觉得招待客人最好的诚意就是我给我爱吃的给你们吃啊。了解。所以我就找了我爱吃的。好。哎，阿丽金妈，你现在穿的这一件，有。然后等下晚上再穿下去睡觉吗？我每天都这样。所以你今天要让我们 say 的意思吗？不用啊，因为我不会出门啊。不会出门就不用洗衣服啊？怎么了吗？我有时候裤子穿了一天，隔天还会再穿呢。裤子 OK， 好，不是啊。怎么了吗？问题是睡衣也会脏啊。我在家我会隔一阵子，我有两套这样子的衣服。这是要爆香吗？对。我要炒冬粉啊！哦，我没有吃过炒的冬粉。真的吗？我炒冬粉很有名哎。炒冬粉是好多人喜欢吃我炒的冬粉。以前我有开了一家店，我自己过哦，然后呢，我有自己下厨吗？对啊，我有一道料理就叫日式炒冬粉。哎，你们的盐巴在哪？我没有盐巴。没有盐巴？我没有盐巴。那等下汤怎么办？我昨天是撒胡椒盐啦。胡椒盐？我没有盐巴哦。没有盐巴？你们煮了几餐了哎？你们没有盐巴？哇！可是汤放酱油会很怪啊。你们可以去 7 买盐巴。好啊。好，我去 7。对啊。这没有洗。香。很香哦。等一下才能，那我等一下再来。你刚刚穿这样没有吓到人吗？没有，我不太注意人类的眼光。人类的眼光。我出去我都走我自己的。香哎。香油稍微让它炒一下，酱油会比较香。我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精髓。熟了其实没什么味道，相信我。那就好。它是因为现在这样颜色也比较好看，所以那时候这道菜是招牌料理，就是在那个餐厅，还蛮多人喜欢呐。最主要是我自己喜欢，所以我给别人东西我也都是给我自己喜欢的。
我不晓得你什么喜欢什么之前，那我要送你，我绝对是选我就自己喜欢的。我喜欢吃的，然后我会希望你也喜欢吃这样，或者我喜欢用的，会想跟你分享。你怕那个味道，我想要让它熟一点。哦，它熟了就不会有那个味道了。它熟了就比较不会有味道啊。小心哦。好。哇，好香哦！洪一晨，哎，那个盖子可以把它打开啊。好啊。洪一晨，帮忙哦，你去再拿碗，还要2个，对。快，我帮你弄。好，你看一下大家今天都在哪？希望这个我要让你挑战。哎，你试看嘛，真的。我觉得味道应该不会那么重。你昨天有吃他煮的吗？有啊，我吃。今天还好啦哈。没有不舒服。不舒服。试试看好不好吃？好。还可以吗？我喜欢。你喜欢哈？我还没有吃到香菜，有香菜比较好吃。有没有香菜？你有吃到香菜吗？有，我知道。你那里面有香菜啊？但没有感觉啊。没感觉对不对？因为其实它很熟的时候其实就没味道了。现在还是，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我要先给别人什么。这边一堂课，很像男生啊。哎呦，嗨，你好。不好意思，我们没有等你就吃了。没关系，没关系。但是热汤，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喝热汤。好。哇哦，你变法了吗？对，就是这2天去当发模，所以有染头发。好看吗？好帅哦！好啊，谢谢。这是那个日式炒冬粉，哇，厉害！香哦，已经闻到味道了。有香菜哦，比较不会胖啊。比较不会胖吗？因为冬粉应该比较不会胖，他没差，我们都吃很多。现在这里的人哦，那就好。不吃的今天吃尾牙。不吃的今天吃尾牙。所以你们今天都会回来吗？只有祖祖不在，其他都会。你这是睡衣吗？对啊，我的睡衣啊。哦，我昨天不就穿这样？有吗？有。你在多大不？你唔知以前那是睡衣。之前他比较不会穿睡衣跑出来吧？会吗？会。会吗？会。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你都没穿衣服跑出来？没有。没有啊。你那3张床哪一张谁睡哪一张啊？他睡自己床，自己上。单人那个是你啊？石头。你的衫拢腾腾的，拢会蛋。我的衣服吗？对啊。哦。哎，对，话说怎么回来房间变很整齐啊？我吓到哎，变好整齐。你妈来整理的。真假的啊？女生房间就来不及了，女生房间就算了。我刚刚就很害怕会去折到内裤，幸好没有。Hello， 回来了。嗨，你好，欢迎。姐姐，你吃多少？你饿不饿？我还好啊。哦，只是说是有烟啦。对啊，那个烟不是说烧完就会成灯吗？什么东西烧完会成心念嘛？哦，有我的碗吗？这里哦，好哟。谢谢。你是刚下班啊？对，对，刚刚在谈事情，刚结束。啊，石头真的是很需要开导。也不一定。他刷今天比较晚啊，不是公司尾牙什么，是今天。不是明天啦，祖祖今天那个啦。哦。你们昨天不是聊到很晚吗？在外面。跟人家不也没有到很晚啊，就是你离开之后10分钟之后，差不多你就去睡了。原来如此。我们真的很爱聊天诶，每天晚上都在聊天。想要剩住在一起的好处就是这个啊，聊天。舍不得睡啊。你说你跟谁聊？你？我跟那个石头啊。石头。还有我。还有你啊，你们3个。我昨天晚上跟你说，他镜头应该很多那个，真的超好笑。他没教我，他教我说，我觉得你要找一个故事线啊，不然我觉得你镜头太少了。然后我说是吗？对，我说是吗？什么样故事线啊？他就说，像我跟什么，我就很坦诚，我一开始来我就很坦诚说，我就没自信啊，我就是想要找自己啊。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了，这就是故事线，这是故事线的
对吧？我就问他说啊，你们有要续集之类的吗？他说没有了，他就说之后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发展，我很担心你，你要加油。已经扛过前面的。我也想说，奇怪了，你有这么厉害吗？他心中很多哦，他某方面也是自信爆棚，我真的不错。我昨天真的是听他讲了很久，你知道吗？就是有点烦，不会阅读共济。然后他就说你要自己找，你要自己找。我说到底要找什么？石头怎么还没回来？找故事线。没有，他没接，他应该在赶，他应该在溜滑板啊。思雨电话不敢接了。哪有？我刚刚每天晚上聊很久，他不会，他敞开心房了。我以前也是，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就是比如说有男生女生出去吃东西，有没有？最先那时候刚开始流行汉堡啊，然后大家吃汉堡，我就拿吃到最后才发现，为什么他们都不吃？其他女生都说我们吃不下，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那种最不被喜欢的那一个。没有，男生都会觉得你真性情。后来男生都跟我很好，每个男生都跟我很好。下次要帮你热牛奶，你要。然后不会，他不会帮我才知道很多男生都喜欢我哎，真的假的？可他们表面都觉得好像不是，我不是他们的菜。关我们两个屁事啊！都关我屁事，哦！太久，你自己跟人家聊天聊那么晚，关我什么事？吃什么？约我出国，约我出国。偷爆料，有内幕是？约我看异恋哦！我要看，会玩，我说有谁要看的？懂完了，可以了。你约他不约我们，真的是。你很看上他心了啦，很会玩，你也懂完，懂完。天啊，我跟你们学好多，懂完了。周表情可以这么到位，解释可以用，好好笑。滑板不接电。我还猜对了，我靠！你有没有少一个碗？有。溜滑板不接电话。关。真的吗？我看是溜滑板。赶紧。它汤好好喝哦。这个面，面，我刚才吃了4碗，你吃了4碗，剩下都给你。真假？剩下都给我，每个人都吃了。谢谢。香菇超好吃，你把它全部刮。你还要吃香菇吗？赶紧你要吃料。谢谢。喝了。你可以开始扒了。开课。扒什么？他喜欢扒最后的料。对啊。他就香菇而已呢。一样。香菇我喜欢吃。哦，真的？对啊。我还蛮适合当你妈的。真的吗？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关系？刚折最多衣服，抱怨最多就他的床，我还就说是谁的床啊？哎呦，林立成。这。我们刚刚原本要讲那个故事就是宜兰那天晚上的。宜兰那天晚上。自己原汁原味重现一下。我忘了，你叫我一个，我真的忘了。我记忆是片段的，我没有完整讲出来啊？分面。那天就是一个大误会，就是我跟另外就是祖祖，我们一直以为他要去告白了，然后他们其实想呛他，这是一个大误会。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他想呛女生助学，所以他有一些不满，他有一些不满。那所以你要讲什么吗？你有什么话对他讲吗？该讲的都讲了。你根本都没讲。你有没有讲啊？他说你喝醉了，你根本没讲。拉下神坛有没有讲？你不是要拉下神坛，我是要呛他。自以为这我讲，不是，说不定你呛完他就没事了。突然看原来是这样，这2个人就和好了。有可能你呛完就想了解你。真的，哇，这2个好神秘哦，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以后不会看到我了。不会。好烦。不是啊，都讲了2次了，对吧？晚点是机会啊，是的。所以就是对啊，有点资讯不对称。资讯不对称。没有姐问你说是不是现在没有很喜欢他了？是吗？是什么？总之就有点莫名，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已经单独讲了2次，之后还是没有开，我也觉得好奇怪。你说你连续跟他讲了2次，对啊，就觉得好像那个心结一直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结啊。然后我一直问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他也是你跟他讲了什么2次？就是单独聊为什么他突然好像对我很尴尬这件事。
突然的，然后我就想，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结果呢？他给的理由，我觉得我都没办法接受，就是有点，比如说我太爱讲干话，或者是他爱讲脏话，你太爱讲脏话。可是我觉得这都不成为理由啊，就是这能造成让人讨厌的理由吗？我觉得这不至于吧。但他看到你尴尬是看到讨厌你吗？有没有到讨厌我是不清楚，可是他很明显，因为我刚刚倒个垃圾，然后他就会故意避开我这样子，就是跑超前面啊之类的，就是一直想要避开，就是跟我讲话的感觉，对啊，那个尴尬都写在脸上，我怎么看就知道，这怎么可能就不能像我们这样正常聊天啊？对啊，我觉得啦，有可能是因为，其实他有感受到你喜欢他，会不会？对，误会，他误会，这误会我是真的没有，因为我要喜欢一个人是真的，也是要日积月累，没有那么快。但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因为善良，他不晓得怎么拒绝你，他又不能说啊，因为你不是我喜欢这个类型，因为你也没跟他表达过你喜欢他，所以他也不能直接说我就不喜欢你这个类型，所以他只能给你一个理由说啊，因为你很喜欢讲干话，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就看你自己在不在意。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问题都摆在那种，就是还是我会很想把它解决掉啦。为什么要就是所以这样会好像我不知道哎。不会啊，就这样啊，因为就这样哦。因为他也很在意别人的想法。你有要跟他一辈子吗？就至少和乐融融，至少结束吧，这样子啊。只是，可是他觉得他跟你没问题呀。哦，因为我刚才在讲，就是说我们人都很喜欢编故事。我们常常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内在就有一个小世界出来，开始编故事。然后拍戏的时候，曾经有一天已经要收工了，然后有一个演员他没出现，可是那时候已经12点，晚上12点。我想说哇，我只剩一场我就要收工了，还找不到他的人，我就有点生气。然后我就脱口而出说他一定跑去喝酒了啦。我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就有一个人问我说为什么？我说他上次就是这样啊，跑去喝酒就没有回来拍戏啊。然后他们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因为他上次就这样啊。他说没有因为，只有是跟不是。他真的100%，你确定他去喝酒吗？然后我就没讲话。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哦，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然后就没讲话啦，好吧，就等啊。我还是一肚子气啊，我觉得好啊，那他就是没来啊，我还是生气。后来等了很久，在1个多钟头以后，他们在他家找到他。在家。他在家，因为他前一天拍到天亮，然后呢又去出外景，出完外景因为晚上还要进棚，所以他剩2个钟头他就回去睡了。他没有发现他的手机没电，所以后来剧组的人跑去他家，爬进去他们家把他挖起来。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看，你不是说他跑去喝酒吗？”对，其实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反省很久。就我们常常会去编故事，会用我们过去的记忆去判断这件事情可能会是怎么样。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不喜欢我，我觉得他看到我怪怪的。谁说的？你100%确定他一定不喜欢你，或觉得你不 OK 吗？因为你硬要问他一个理由，或许他真的只能说啊没有啊，或许他真的就觉得我很不喜欢有人一直讲脏话或者讲你说的干话之类的，或许那真的是他的理由啊，你为什么要不相信？对不对？你这样会自己比较辛苦。要。对啊，因为你会一直想要一个答案嘛。可是有时候事情它就是这样啊。或许他觉得他已经给你一个答案了，或许那个答案也是保护他自己，可能也是保护你的答案。也有可能。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逼他讲出一个可能他觉得他也不愿意说出来的话，或者可能他也觉得会伤到你的，或者伤到他自己的话，他都不愿意。所以我觉得他说这样你就接受就好了。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只是彼此之间的一个过客而已。我曾经第一部戏拍的演员到现在，几年了，20几年了，就再也没遇过啦。
就那部戏遇过一次，大家各奔东西，就再也没有再碰在一起。缘分就那一次。你们现在6个人聚在一起，也有可能分开以后就不会再聚在一起了，可能也就一辈子了。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一本书，是对我的人生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这本书就叫《零极限》，你们可以买来看。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我爱你，谢谢你，请你原谅我，对不起。这4句话没有顺序。那其实它就是在讲我们面对很多的状况，比如说像你现在遇到这个，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可能让这个感觉让你不舒服，或者你觉得这个感觉让他不舒服。这个原因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相信有轮回，累世以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这辈子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人，一定有他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你的仇人，也有可能是你的爱人，或者前世你很讨厌他，所以这辈子他会来讨厌你。很难说。但这时候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说，我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让它解决，或者一定要有个答案，或者一定是一个圆满。所以面对这种状态的时候，就用这4句话。这4句话其实是夏威夷的一个古老的心法，它本来是一个咒语，但是很长，所以他们简约成4句话，就是对不起，我爱你，请你原谅我，谢谢你。你就想着这个人，你就觉得说，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哪一点做了让你感到不舒服？那真的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我其实只是想释出善意，毕竟我们这么有缘分，可以同时在一起生活。哎，不是每一个人可以一起生活哎，可大家能够住在一起，那种缘分很难得。哇！我要给可丽姐一个掌声鼓励。不会他们都转台啦？你们还在吧？而且可丽姐好勇敢，竟然去男生房间抓起一坨卫生纸。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去男生房间不要拿卫生纸之类的。对，不知道那个是鼻涕还是什么，因为你说一拿起来湿湿的。因为我本来是很自然的收卫生纸，一摸啊，怎么是湿的？超勇敢。其实他应该有剪掉，因为我有闻一下。哎呦，天哪！我讲太多，讲到我自己都害羞了。而且重点是他已经其实有控制这个描述了。哎，那天其实有佛光，里面很亮啊，他们一直在遮光啊。你说太亮了，可丽姐太亮了，不要再说了。结果讲了3个钟头。3个钟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去他们这么多人，如果他们都，尤其他们现在都不太说话。对。因为我其实从我那次去，他们就不太说话。因为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们去的那次跟之前台哥去的那一次，他们是正常的，他们是很放松，刚来很放松，然后觉得说 OK， 大家都是好朋友，我来交朋友的，大家都很愿意讲。对。后面我们2个去的时候，哇，真的很难聊。是啊。可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就是到底为什么需要一个答案？而且重点是呢，从头到尾就是石头根本那个答案根本就是他不满意。对，或者是他自己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所以你一直没讲到那个点就不对。没错，没错，就一直要问。所以他其实算蛮固执的。但我觉得这次石头讲个重点，历程需要有自己的主线任务。其实我们很常会看节目，不知道历程到底去哪里。对啊。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做历程去哪里？要不要？我觉得这6个小伙伴的那个动力变得很有意思。刚刚大家在讲那个就是石头跟竹竹，对，有一个很有趣的心理现象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叫做投射。我记得竹竹好像有讲过，他不喜欢石头的原因是他看到他没有自信，所以他不喜欢他。其实这就是很典型的投射。我在你身上看到我不喜欢我自己的特质，而在你身上看到我就会讨厌你，这是很正常的投射作用。他们2个心理机转一模一样。其实石头也是投射，因为我跟你相处很尴尬，我就会觉得你跟我相处也很尴尬。就2个人在同一个问题点上鬼打墙。除非他跟他说我就好讨厌你，他就说对吧，你就讨厌我，这样就结束，这样就投射认同。他说你看吧，你就是不喜欢我，你就承认好了，就跟 Laura 说一样，你去骂他吧，你去骂他吧，这就是典型的投射心理。到底竹竹跟石头之间到底能不能解开？然后还有包括他们其他几位真的没时间了。如果 Laura 想要对 Aaron 进攻的话，他也真的是没时间了。真的，你现在再不表达，没时间啊。对啊，我们来跟他看一下。季啊，久违的再见到这些人，你尴尬？感觉，好难说感觉哦。应该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点长大吧。
可能有发现这个世界可能跟自己原本想象的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一次做一件事情，可能自己有一个蓝图，觉得应该会怎么发展。可能他们来一起生活以后，才会发现，其实有些事情可能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或者有一些人可能跟自己一开始感觉的不一样。可是呢，又因为是大家一起相处，所以又必须有很多的妥协。怎么样在一个不适合的状态下又要住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共居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但也可以从这个小社会看到我们的大社会。其实我们在这个大社会里面，其实也是必须一直不断的面对很多的妥协，或者是怎么样让事情更圆满。对。谢谢。In the eyes, in the eyes。这样。In the eyes。好。不，你眼睛不要睁那么大，我真是觉得有点尴尬。不是，我眼睛就这么大。不是，你不要刻意睁大，我觉得放松放松。你刚刚一开始放松了。然后看着我眼睛哈，看我眼睛哈，干嘛看我眼睛？那能量有点太强，或者。你好害羞。你讲过 7 years of XXO， 你自己找的。你当初跟你女朋友分手的时候，你会怕吗？你说担心再遇不到这种。就是 How do you know this is the right person？ You know？就是 How do you know who you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your time with？ 我最后算是下定决心，是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想象，就是未来一起生活的样子，就是我想象不到，太多的。无论是理念的冲突，或是价值观的冲突，或是我没办法想象我们会很和谐的共处在一个地方，这样。9年内，中间有分手过这样，对。但因为就是也是真的离不开吧，然后所以后来又有复合，这样。后来就决定就是不要再重复那个循环，因为每次觉得好像没事了，然后回去之后同样问题会出现，到时候我就觉得说再不这样再不结束，我们就要老了，你知道吗？就是闹老了，真的是不要再闹了。所以你现在没有跟他联络了，完全没有了。所以是你提的吗？最后是他提的。他提的。那其实我有时候也还蛮想知道，就是说，像男生会觉得，像什么样的东西是你会觉得是我们觉得为你好，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你不要讲说什么我为你好这种事情，就是不需要，大家都是成人，你不要说，我是为了你好啊，他到时候会感谢我的，就讲这种话的同时，就是你就是在逼对方要就范嘛，就是什么叫你为我好，就是我如果要，我会跟你讲。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因为我个人啦，因为我自己就是，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有感觉，就是 maybe 我不是他想要，就是共度一生的人，就是即使很爱，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共度一生，因为他就是一直希望有一个跟他旗鼓相当的女生，然后可是这个旗鼓相当的女生，同时又能够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然后我会觉得说 ，it's really hard to have both, you know, like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很事业很有成，然后在外面又超级厉害，就不会在背后的角色。你很难，因为这是两件很难兼顾的事，但是他希望2个都有。所以你觉得你是缺乏哪一面？我觉得我谈恋爱之后好像你会比较小女人，我比较小女人，所以你应该是会让他觉得不够旗鼓相当。他可能觉得我不够好吧。你说在工作表现这方面，可能在工作表现方面，然后，但你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吗？老实讲，我觉得多少会，如果说是事业心很强的人的话，我不是说我事业心很强，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在意工作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希望另外一半也是同样在意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对方就不会希望他跟他一样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各自有各自的努力的方向。哦，对，就这是我的想法，但我不确定他的因为想法是。我一直很想弄清楚这个点，就是因为 for example 就是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好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如果只是觉得说我要有一个跟我旗鼓相当的人，是不是代表就是你希望这个女生的条件是很好的？他这个旗鼓相当指的是家世，还是说指的是工作成就，还是说是一种上进心，还是说对于工作的态度，还是什么的？那他这种私人公司靠的也是他家里的资源啊。对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会不会是你当时被他影响，所以搞得你自己有点自卑？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那时候算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吧。他让你没有自信，非常没有自信。因为他那时候感觉就是让我觉得，他一直跟你强调说我很爱你，就是我真的非常的爱你。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会觉得，他不给你一个承诺。他几岁？他大我3岁。所以他那时候28、29，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是年龄的问题嘛，是因为他一直有跟我讲，其实他想要结婚的时间是32岁。他其实一早，我现在想想，其实他很多东西他一早就跟我说了，是我自己等不下去，可能是我自己怕吧。可是你那时候才25岁。对，我那时候才25岁啊，我交往到后来已经27岁，我那时候觉得很想脱离这段关系，然后刚好我自己也想念书，所以我就申请我就走了，然后。可是那时候就觉得，想说你在台湾跟在外国念书，不是一样吗？都远距离。还是我去跟法国就差了7个小时啊，那7个小时的时差，以及他飞的远近度啊，就是因为那感觉不太一样，感觉不太一样，而且不可能说飞就飞啦。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怕吧，因为我是27，我觉得26、27岁真的是一个，我那时候就很惊慌，你知道吗？为什么30岁结婚这件事在你脑海里这么的给你压力？就是我觉得给你这么大的压力，让你好像没办法理智的做决定，就是让你什么事都依据这种恐慌来做一个标准还是什么的，就什么事情都要先想到，30岁要结婚，那我要不要跳进去，或者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是 for example， 就是这样读书读上来，然后好像也出国念书了，然后也在不错的公司待过，然后现在要回来可能帮忙家里，然后呢，就是该看的也看了，然后回来之后结婚，然后生小孩，就是过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生这样子，然后端在我的面前要给我的，然后。我把它打掉了，你知道打掉了之后就会觉得该怎么办？就是打掉了，那我下一步呢？就下一步呢？你知道？你先把你觉得什么时候要结婚这件事情先放下，先不要想，什么事情都以要结婚这件事当前提，这样会阻碍你做太多事情。这样不敢工作，你这样不敢去谈恋爱。对啊，去丢掉，然后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种事情就让它自然发生就好了。对啊，就 let it go。因为而且你知道，就是这样，你不要这样讲，可能有点好笑，但是太表现出很想结婚这件事情的女生，其实有点吓人。真的。对啊，你就是，而且我觉得说真的，你条件也没有很差，那。不要把。你可以说条件还不错嘛，不要说你想逼死我吗？你很欠呛。不是啊，我讲话比较含蓄的。我说好了，就是你条件没有很，就是你条件不错。好说话。这种条件不错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你觉得男生会觉得我条件不错吗？会吧。不要说话，讲一些夸奖的话嘛，快点。都跟疯狂亚洲富豪在一起了，这有什么好讲的？疯狂亚洲富豪是三小，就是电影名字啊。你有看过吗？Crazy Rich Asian 吗？对啊。我没有看呢，其实我还没看，我想去看。你看了可能会觉得啊，这样叫疯狂亚洲富豪？不是吧？你不要这样子，你知道我出去很难做，你知道我这样出去更难交男朋友，那个不整个坡度，知道？标杆设得太高。对，但是我怕什么？对，就是不要怕，你不要怕找不到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你不要怕找不到人，那是这样子。看，突然看穿我在感情里面适应这一点，好，没事了，29岁还很年轻啊，我说真的，还很年轻。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很努力的想要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毕竟我的那个年轻啊，很年轻吗？年轻啊。
不要听那些小鬼在乱讲。对，每个人都叫我姐姐，到底是怎样三小？你这样很想是姐姐没错，但我意思是说，你不用觉得自己很老啊，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出来啊，永远有比你老的出来。活在当下，然后就是活给自己就好了。那你有没有想要给我一些建议？除了刚刚那一点，就是还有什么建议吗？就大概这样子，然后大概这样子。像这样说？就这样子，先这样就好了。先这样就，感觉很多话要说。就这样就好，就这样就好。你知道在私聊在跟我讲，因为我玻璃心，我怕我一天之内没有办法面对那么多事。对啊，先这样就好了，先这样就好。害羞的你让我着迷，盛开的花季像你的甜蜜，窗外风景照片里的。我们今天去全家想要买那个蓝方圆奶茶，但是那个思雨他蛮喜欢喝的。你打算买几瓶？你买1瓶啊。没有，其实我从那个上礼拜五开始就要找了，可是这太难找了。上次咱们有聊到，就是那个你在跳舞那一天呢，你说你有新的目标，那新的目标是什么？啊？现在还是吗？哦，现在还是啊。还是吗？对啊。就是你要买奶茶讨好这件事情吗？对啊。不会再一直想失恋的事情。不然做之前每天早上起来都很难过。你这失恋到底要谈多久？都已经1个礼拜了，不要再想失恋了，赶快去玩。现在有新的目标了，不会失恋了。你新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也不是怎么讲。怎么讲？私下再讲。因为那个真的很难买啊，他一家只进3杯而已吧。哦，他说要等车来。等车来，所以你要在这里等车来就对了。对。那你先去前面有一间水果摊。好，我先去买水果。好。我在那边等好，因为他没有说时间，他只说可能5点半之内，就是这段时间内会过来。洪立成啊，你打算在那边站多久？站那边吗？对啊。我本来想说就怎么叫他车来。好啊，就等啊，陪你等啊。好。你就坐好嘛，你就坐着至少比较舒服一点。好啊。很紧张是不是？很怕我忘记了。忘记？对啊。你就盯着后面看就好了。会不会有人在这？有可能吗？有可能哎。真的假的？因为我刚才好像有听到有人也是在问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问奶茶啊。哇！泡泡哦。为了等1瓶奶茶，可他就为了一个人喜欢喝，他就在那边等哎。在交心车上问他说：“那你打算买几瓶？1瓶啊。”一起的东西销毁，当然1瓶啊。等那么久，不会多买2瓶哦。他现在眼里只有他了啦。对，而且他是用行动表示爱。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是积极进取，一个是退缩被动。他就是属于退缩被动，但是用默默的帮你买东西，然后默默的帮你做一点小动作，去表达他的爱。有时候后面说不定他会成功哦。你一直在我身边，然后感觉都要来个5年10年。对啊。要磨很久，我就是大人哥。加油历程，希望10年后可以听到你好消息。感觉得出来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看思雨喜欢的东西。对，因为他在公共场合基本上其实没有表现太多自己的情绪或者喜欢的样子。当然有可能他们私下有一些聊赖的部分，可是思雨可能也是把他当兄弟，大家其实都默默在关心他。对，就感觉第8期开始，大家都展开攻势了。但我想问问看老师，就是因为其实应该还蛮多女生卡在30大关的。这种女生通常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会有社会闹钟。因为譬如说，特别是有一个轨道在走的女生，什么年纪就要结婚了，几岁要生小孩走，那旁边一定有很多闹钟提醒你现在该做什么喽。要跟着轨道走的女生啊，真的有些时候她真的会害怕，我会不会错过那个轨道，再也找不到对象了，所以她会太恐惧了。当你跑到草原上，你又不知所措，那回到轨道，你又会觉得，难道我的人生就这样吗？我相信她的原生家庭一定有很多闹钟，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找到自己想要什么。因为有时候说实在的，你按着轨道走，至少知道轨道到哪里嘛。对啊，你自己出去跑可能跌倒，你也可能跑错路。
都不晓得，但是都是自己的选择。因为当然我也是看了一本书，有阅读的习惯是好的。那本书叫做《臣服实验》，臣服，你该去臣服，来到你身边所有的一切，然后看他要带你去哪里。照着计划走，说 OK， 好像大概结果是这样，你可以知道。可是你知道，当你臣服接受你不在你计划里的事情的时候，他有时候带你去的地方是你意想不到的，就是带一点冒险的心，对，然后去享受那个过程，对，然后有惊喜的发现，对啊。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一个我自己从小到大我没有出去闯过，所以我不知道外面是长怎么样，他又想要去，那就出来闯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对他帮助很大。对我有感觉，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被保护的太好了。原本我们以为这一季到第8集会结束，对，没想到太精彩，居然有一个 surprise， 就是还会有第9集。因为没想到他们到第8集才开始出招，到第8集才开把，那只好延伸第9集啊。对，我觉得这有关于是大家都真的在观望，这真的是感觉是就是亚洲人正常的发展，就是我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我一直想着说我什么时候要出，然后直到时间开始紧迫，不行，我要开始约谁出去了。到底下一集奶茶到底可不可以把到私里？然后那一天晚上出去喝的这一杯酒，到底 Laura 跟 Aaron 之间会不会又更 close 一点？也是，那我们就期待下礼拜见喽，拜拜。